悟空，想好了吗？这殿唯一困惑我们的，只有那3道石门。混沌之殿，或许是你站在了殿顶，至于我，毕竟终究是终点。混沌，由我们来上。混沌就有劳你们了。洛儿，我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等我回来。要走了吗？臭猴子到底还是走在了前面。他离开了，压制混沌无尽岁月的存在，终于踏上了远征。新时代的帷幕正在拉开。你来了，孙悟空。这已是你第3次致辞，这已是你第3次致辞。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了，打开封印，去你该去之地。我们等你很久了，来吧，解开人骨契约。你们想等俺老孙走后，重新奴役混沌重生？你若不走，混沌本源早晚被你吸尽，永恒死寂便是结局。彼岸究竟有什么？你自己去找。既如此，总要留下些礼物。我积攒了这么久的力量，猴子，你竟敢7个混沌纪元，足够他们成长了。等我回来。力量在流失，有意思。无敌太久，也该尝尝危险滋味了。竟是这般滋味。有光。一路浪花都是你的事，那些家伙开始不安分了。正好，骨头养了太久，该活动活动。爹爹，快看，这里躺着一只猴子。还有气息，看起来不像凡物。黑布拉格的是啥？在林子里发现的猴子，通人性。先带回村再说。此猴灵性非凡，乃祥瑞之兆。留下吧，让他在村里休养。昔日捡到猴子的那个小孩，如今已经成为了村中最杰出的猎人。整整10年，我才找回记忆。岛上遍布全身，这个世界的法则在压制我。
猴子，你又在这儿发呆？哈哈哈，厉害！今天差点裂到马路，你家伙跑得真快，我一箭射过去，差点就中了。我操！你说话了，猴子会说话。小孩儿，你可愿拜我为师？拜一只猴子为师？想好了，今夜子识此的见我。难道爹爹说的瑞兽是真的？道伤又恶化了，必须尽快找到修复之法。徒儿白石拜见师父。从今日起，你是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弟子。大圣，师傅，你还有名字啊？你这脑子，为师收徒是不是草绿了？闭目凝神，感受朝阳第一缕紫气，此乃炼精化气之时。剑道无法在此间可行，是世界排斥我，非功法问题。哇，师傅，我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好舒服。这只是开始，每晚来此修炼至日出。对了，你说的獠牙虎是为师一巴掌能拍死的东西。师傅，我能跳这么高算会飞吗？这叫崩塌。哎，过来。我一拳能打死蛮牛。咦，我没生气啊。仙缘激发了你的种族天赋，有意思，尝试控制举拳风。哦，师傅，我能控制10次了。以前只有发怒时才会，10次或许比我想象的有趣。白石击杀獠牙虎，成为石鹿村最强猎人，周边的村落到处传颂着他的勇名。师傅请教我上乘功法。既然你决心向道，我便传你无上功法。这就是仙法吗？白石，你的实力已不适合待在山村，该去见识外面世界。师傅，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他们也能修炼吗？像你这样的修行者数不胜数。师傅，像你这样的强者多吗？我这样的存在已是修行巅峰。师傅定是天仙强者。儿啊，在外照顾好自己。是，村长。舍不得离开家，担心村里遇危险，爹娘会想我。曾几何时，我也有同生共死的兄弟，修炼到凝聚元神，传你炼丹术，可为父母炼延年益寿丹药。啊，真能与天同寿？努力修炼，寿命可比天更长。奇怪，能量充沛却无精怪。师傅，野兽也能修炼？万物皆可修行。奇怪，这方世界灵气充沛，野兽却无法修成精怪。师傅是说，野兽也能修炼？万物皆有灵性，兽类若得机缘，吞食天地精华，便可开启灵智，踏上修行之路。你们十族虽天生道体，修行上算是强于这些野兽。弟子明白了。
走吧，前方是有人烟。啊，师傅，这就是石族首领居住的石头城，真是雄伟啊！嘿嘿，你们石族的地位怕是不高啊。难道这个世界上能够有比石城更伟大的建筑吗？真正的强者，要么居住于9天之上，要么居于9幽之下。止步！石族圣地，不得擅入。小子，你是哪个村的？哼，怎敢带着猴子靠近圣地？他不是猴子，是我师父。师傅跟猴子学摘桃吗？低等石族就是愚昧。白石，是师傅。你是什么人？道歉，向我师父道歉。休想！这便是这个世界的修炼之法吗？掌心雷！你敢伤十族战士！破绽。力量源自城中，却不会运用，可惜。见到石王还不跪拜？白石，你记住，这方世界的任何人都不配让你跪拜。能够发挥出半神威力的权杖，难怪如此自信。孩子，上前来！有话直说，但若算计我徒儿，始祖承受不起代价。哼！一只会说话的猴子也敢狂妄！实话！就这，这不可能！尸神权杖，怎么会？
请大人饶恕师族冒犯之罪。请大人饶恕师族冒犯之罪。几个月前，他还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王，现在竟然跪在我面前。起来吧，我师徒本不想招惹你们，是你们非要动手。既然已经认错，便不追究了。多谢两位大人宽宏。能让食神权杖都失效的恐怖存在，灭我师族。不过弹指之间，可这样的大人物，为何会来这荒芜之地？我来问你，这权杖从何而来？大人说笑了，您怎会看上这等凡物？此物乃我先祖在食神废墟区所得，正是凭它，我族才得以在此立足。食神废墟，那是从天而降的遗迹，据说是神战之地。其实我族原本也是人族，受废墟中某种气息影响，先祖们的身体开始石化。因为统合人心，历代王才编造了警示身后意义之说。我们原本是人，是，但若无此物，族人也无法控制身上石化的痛苦。大人，前方便是尸神废墟，我族不敢再进。回去吧。是战场遗迹。大人，前方便是尸神废墟，我族不敢再进。回去吧。是战场遗迹。两个神将曾在此厮杀，气息残留至今。师父，我血液像在燃烧。你们的变化是受其中一具神将尸体气息感染所致。这变异赋予你们力量，可代价恐怕不小。师父，我该怎么办？既然你让俺徒弟难受，俺老孙便将你挫骨扬灰，叫你在这混沌中彻底消失。这个世界名为晨光混沌，是晨光魔神所创。魔神族位尊，魔兽族次之，人族排第三。光魔神还活着，那等至高存在。传说创世后便隐于混沌深处。果然未入星空彼岸，而是误入另一混沌。此界魔神尚存，皆是阻击我。如今我力量全无，需先恢复部分实力。届时，即便对上晨光魔神，也有周旋于地。祖境之战可重启混沌。我们进去吗？进，不仅要进，还要把那作祟的神揪出来。走吧，我们进去看看。一进入废墟，白石便感觉浑身不适，而悟空也有了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一个垂死的神将也敢窥视我，真是不知死活。师父，我感觉这个地方好危险。放心。师父，你真厉害！相似的建筑风格，
混沌与混沌之间是否有着联系？游客自远方来，主人为何避而不见？好一个古怪的猴子！兽族何时出了你这么个高人？俺老孙可不是什么兽人。倒是你，还不赶紧现身！吾乃万寿神庭座下，10万里荒原的山神舒颜。不验是吧？你就剩个残魂了。你若是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俺老孙能救你一命。救我？你可愿意前往神庭，求见我的师尊，让他派下神使来这里救我？我劝你最好息了心中的恶念。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不过我们兽族修士本应互相帮助。我说了，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我便可以救你。求大神救我！我说了，救你可以，你需要如实还。大神放心，小神绝不敢有半点隐瞒。大神，你想知道的，小神都已经如实相告了，还请大神救我。我有一法可以温养你的残魂，只需1万年，便可修复残魂。从舒颜口中，孙悟空问出了自己一直想要知道的一些东西，也弄清楚了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他们修炼的是神道功法，主动吸收信仰之力，凝聚神格。舒颜告诉悟空，晨光混沌界是晨光魔神炼化的混沌，万寿神庭是晨光魔神坐骑开明大帝创立的神庭。神、仙、灵，之所以无法被消灭，便是因为只要信仰不绝，便永远不会消亡。师傅，这些葡萄奇怪呀！混沌世界无奇不有，别说2个脑袋了，便是10个、8个脑袋的也非没有。此时，远处传来喊杀声，原来是几个狮头人身、身披金甲的万寿神庭神卫正在围攻一个广场。身穿黑色毛衣，中带着神力，将他困在中间。关键时刻，莫言祭出，天将6名神卫化为飞灰。一个人族和一个兽族，你们既然看到了我的灭神锤，那你们也没有必要活下来。看到了吧？日后行走混沌，切记不要瞎凑热闹。莫言急了，这意外让孙悟空找到了修复道的方法，吸收被炼化。莫言震惊于悟空坚毅和强大的实力，误以为他是神将，孙悟空没敢对他待为师。莫言决定跟随。师傅，那个魔女跟上来了。不用搭理她。大人，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小女子熟悉路况，莫不是要去参加木海盛宴？木海盛宴。另一边，木海宫的木海神王满脸冷漠，他的儿子赤炎询问神庭敕封之事。木海神王冷哼，原来他虽有神王实力，却因出身问题，始终未得到神庭敕封，屡次受挫后，他有了投奔黑暗圣庭的念头，打算让儿子娶黑暗圣庭一位神将之女，以此获得神级。等你娶了魔族贵女，赤炎自信能搞定联姻之事，木海神王幻想自己成为黑暗圣庭大人物的画面，哈哈大笑。而在赶路途中，莫言试图从白石口中打听孙悟空的来历，可白石对师傅的过往一无所知，只能不停摇头。孙悟空已知莫言跟来，却未驱赶。他明白修复道体需不断战斗，麻烦在所难免。在前往木海宫的途中，莫言手指前方山巅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告知悟空师徒那便是木海神王的木海宫。孙悟空顺着他所指方向望去，只见宫殿气势恢宏。白石望着宫殿，满脸震惊，不禁感叹其壮观。孙悟空却对此颇为不屑，称自己以前的大圣府比这宫殿强多了。白石挠挠头嘟囔着，觉得这宫殿比石鹿村强多了。听到大圣府3个字，莫言眼睛一亮，他一直想探听悟空的身份，却始终无果。他心中疑惑，在万寿神庭，开明大帝坐下地位最高的是4大神尊和16神君，神君之下是365路天神，从未听说过大圣这一称呼。孙悟空虽口出狂言，但实际上木海宫作为神王的宫殿，在洪荒世界也是相当于圣人般的存在。他不禁疑惑，神王有能力开辟大千世界，为何要修筑宫殿而不居住，在自己的世界中修行呢？莫言解释说，木海神王没有神级，5大神庭有禁令，除非得到允许，天神也不能私自开辟世界。孙悟空听后，脸上露出古怪神色。在他所在的混沌永恒神国覆灭后，这条禁令便作废了。如今修为够了，便可开辟世界。但多数修炼者在成就地境前，不愿轻易尝试，因为开辟世界需将本源寄托其中，世界被毁，自身也难以活命。莫言接着说，很久以前，有天神偷偷培养信徒，盗取晨光魔神的信仰，5大神庭联手摧毁了大部分天神的世界。此后，只有5大神庭的上神有资格开辟世界。孙悟空听完明白了其中缘由，他觉得这片混沌属于晨光魔神，开辟世界消耗混沌本源，会影响魔神的信仰之力。他心中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晨光魔神如此残忍。到了木海宫，孙悟空带着白石和莫言用点沙白石自立四处张望，他们这古怪的孙悟空太有来了。冰河中猜测他们是醒着
家伙是哪里来的？怎么没听说过呀？瞧瞧那魔女，身材是真好啊！要是能够搂回家，哼，那男的看起来像山沟土包子，修为低得可怜，也配来赴宴？那猴子，堂堂神将，看他眼睛竟会心虚。这时，木海神王和二弟子白敖走上前来，询问他们是否有请柬。没等悟空说话，莫言便称悟空是神庭的大人物，听闻设宴，特地赶来祝贺。白敖一听悟空来自神庭，脸色大变，连忙躬身行礼。毕竟在这个世界，有神级的神明和野神身份天差地别。孙悟空摸了摸鼻子，他莫名其妙成了万寿神庭的大人物，但也懒得解释。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麻烦。木海神王正在为接待宾客忙碌着，突然二弟子白敖急匆匆跑来，高呼：“师尊不好了，神庭来人了！”这话如同一颗惊雷，让本欲呵斥的木海神王瞬间面色大变。他做贼心虚，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想要投奔黑暗圣庭的秘密，是不是被神庭知晓了？白敖挠着头，满脸焦急地表示，神庭来使十分古怪，自己完全看不透其修为，仿佛对方毫无修为一般。木海神王强装镇定询问来使人数和神位数量，当得知来使只有3人神使出身，战元一族，还带着1人1魔2个随从时，他不禁微微一愣。在这个世界的等级体系中，神族与魔族地位最高，人族次之，兽族地位最低，这样一个奇特的组合，无疑暗示着神使身份非同寻常。木海神王虽有背叛神庭之心，但对万寿神庭仍心怀畏惧。他决定亲自去迎接神使，同时让白敖通知师兄弟探查附近是否有神位，若发现神位，便立刻通知与木海公。联姻的墨尘大人暂时不要现身。山脚下，孙悟空感受到神王的气息，嘴角泛起一抹神秘的笑容。很快，木海神王身着华丽锦袍，带着憨厚的笑容现身。然而，当他看清孙悟空模样时，眼中闪过的惊愕并未逃过悟空的眼睛。悟空心中满是疑惑，不明白这个小小的神王怎会认识自己。原来木海神王曾在一座破碎古庙终获神丹，得以修炼到神王境界。而古庙壁画上有一个与眼前神使极为相似的神魔形象。面对悟空的询问，木海神王连忙掩饰，恭敬地询问神使来意。悟空表示只是听闻此间热闹，特来凑个喜气。木海神王松了口气，但想到儿子即将与魔族贵女订婚，又开始忧心忡忡。不过他不敢此事与神庭撕破脸，只能邀请悟空3人上山赴宴，打算订婚时再想办法支走他们。到了木海宫，木海神王降，悟空安排在最尊贵的位置，还召来儿子赤炎拜见神使。赤炎外表英俊，却透着一股阴狠。他见到白石丝毫不在意，而看到莫言时却眼睛发亮。莫言不悦的轻哼一声，才让他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这一切都被孙悟空看在眼里，他觉得这木海神王表面恭顺，实则暗藏杀机。与此同时，在距离木海宫万里之外，木海神王的大弟子好无领着一队黑衣甲胄的队伍停了下来，称发生了意外，可能需要稍作等待。他面色微变的向辇车上的墨尘大人汇报。他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不满。墨尘乃魔族墨家3公子，已是19品神将。好无赶忙安抚，称会尽快处理，确保不影响2家联姻。孙悟空带着白石、莫言在木海宫享用美酒佳肴，陪在一旁的木海神王如坐针毡。随着订婚仪式时间临近，他几次试探悟空来意，却都没得到明确答复。神使大人驾临，令木海宫蓬荜生辉。神王客气。只是这订婚宴为何迟迟不开席？即日时辰未到。这时，白敖偷偷传音，木海神王起身对悟空称有客人要亲自迎接。悟空示意他尽管去吧。神王自便，你去招待。望着木海离去的背影，悟空嘴角微翘，露出笑容。他倒要看看这木海神王能忍多久。莫言偷偷打量着孙悟空，对这个收了自己混沌灵宝的人充满好奇。能徒手接住混沌灵宝，这等实力只怕自己父亲都难企及。白石则单纯的只顾品尝木海宫美食，这些都是他平日闻所未闻的。浓酱真好喝，吃你的吧，没见过神。另一边，木海神王来到后殿询问白敖调查情况，得知3天前有1000余人神位下界，目标虽是捉拿魔族，但下界之地正是荒原。木海神王羞怒1000神位，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可白敖担心目标是墨尘公子，招惹墨家会招来神王境界的帮手。木海神王觉得有道理，让白敖去告知大师兄多加小心。针对墨尘公子，墨家可是黑暗圣庭。跪下，那神指定是来拖住我的。速告你大师凶好，让他加强戒备。此时，一只金甲神卫正在前进，为首的尸首人身，手持狼牙甲的3眼尸神，万兽神庭所下的尸神族神卫。一名狮头神卫用照魔镜发现前方有仪器，3眼尸星则不明。他们本是来寻找消失的狮眼神将，如今抓几个魔族回去也不交差。白敖将情况告知大师兄好无。不接魔族了，墨尘大人呢？恰在此时，3眼尸率神卫杀来，他们发现的魔器正是墨尘麾下黑甲魔卫散发的。墨尘取出长枪，飞出辇车，众魔卫也做好战斗准备。好无决定保护墨尘，让白敖回去告知师尊。白敖慌张离去，
毫无不屑地取出紫金剑，与魔卫站在一起。木海宫弟子，随我护墨尘大人。三眼事件幕海宫弟子与魔卫勾结，大喜认为铲除他们回去能交差。墨尘散发19体神杖威压，紫黑色魔气喷涌，让三眼之脸色凝重。原来对方是高贵的圣魔一族，双方大战在一起，难解难分。而急匆匆前来报仇的白敖奉献了誓，告知神位及今魔卫，神庭知晓他们投奔魔族之事。赤炎脸色难看，思索一番后，从怀中取出一个紫色瓶子，递给白敖，让他把瓶子里的东西偷偷放入神使的酒里。在宏伟的木海宫大殿中，孙悟空悠然自得地端着一盏酒，一旁的少年白石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灵果。莫言站在一旁，神色复杂地望着这对师徒。木海神王举杯敬酒，试探性地询问孙悟空在神庭的职位。孙悟空微微一笑，自称齐天大圣。这个称号让木海神王一愣，他搜刮脑海中的所有神职称谓，却无一匹配。他继续追问，面带笑容，却难掩好奇。孙悟空撇了撇嘴，淡然道自己是混沌唯一的存在，自他之后，再无生灵敢称大圣。这番话如同惊雷。不仅木海神王震惊失色，连莫言也神色骤变。孙悟空内心平静，他说的并非虚言。在另一个混沌世界，齐天大圣之名与世界无人敢僭越，但木海神王却不知情。就在这时，白敖端着托盘从后殿走出，眼神闪烁的瞥了木海神王一眼。托盘上的酒让木海神王眉头紧皱，露出不悦。白敖却不顾一切，声称这是要为孙悟空争酒。木海神王欲言又止，最终以私事为由起身告退。白敖以为悟空斟满一杯湛蓝泛着绿芒的酒，悟空轻笑一声，说这酒奇特。白敖脸色微变，连忙解释是特产，又为白石和莫言各倒一杯。白石听说特产，满眼期待的端起酒杯，却被孙悟空拦下，说小孩子不能喝酒，顺势将白石和自己的酒一饮而尽。悟空把吸着嘴，一脸享受的夸赞好酒。莫言本不感兴趣，见悟空如此赞誉，也心动欲尝，又被悟空抢过酒杯，说女孩子不能喝酒，随即一口吞下，3杯下肚，悟空只觉到体中的伤势被一股神秘力量滋养。后殿里，木海神王正不悦地质问儿子赤炎，为何端上练功酒？赤炎低声解释，神使派人袭击了墨尘，他们的阴谋暴露，唯有杀神使投奔黑暗圣庭才能保命。杀了神使，作为投奔黑暗圣庭的礼物，罢了，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大殿上，白敖目瞪口呆的看着孙悟空灌下一整壶酒，悟空吐出一口浊气，惬意地说：“酒是好酒，可惜毒味一般。”白敖吓得拔腿就跑。莫言和白石听闻有毒，惊慌起身，却见木海神王阴沉着脸走出手持长剑。悟空嘲讽地问他：“是否这就是待客之道？”他狂吼一声，自称电话回应为空。悟空剑落头顶，轰鸣声中，祭炼数十万脸神兵并肩列头。木海神王，悟空睁眼，金光闪烁，神王一击助他道上超步。他轻蔑一笑，让木海神王一举无忌。木海神王凶怒交加，使出护海蛟龙拳，蛟龙虚影破海而出。悟空不屑地点出一指，虚影消散，力量全被吸收。木海神王慌乱中，再是血浪滔天，血浪卷过悟空身躯，血如微风拂灭，伤他分毫。悟空叹息说：“战斗该结束了。”木海神王却疯狂大笑，高举双手，引动木海金阵法，光芒闪耀如老虎。他狞笑道：“此阵源自古妙秘技，能灭杀天神以下生灵。”白石和莫言惊骇失色，唯有悟空泰然自若。他感叹无法施展混沌神眼，只能凭阻境到底他。阵法变换3000混沌神魔虚影出来。悟空惊讶地发现，他们竟与自己混沌中的神魔相似，代表残缺的混沌法则。他沉浸其中，感悟良多。白石和莫言却惨了，修为不足，一处虚影便头疼欲裂。白石喷血倒地，莫言也摇摇欲坠。悟空嗅到血腥味，脸色一变，急欲破阵。他强行摄取灵气，手掌虚握形成飞动，随即呼呼虚影消散。阵破后，白石和莫言昏迷不醒，生机正被一股莫名力量悄然抽离。在这奇幻的世界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刚刚落下帷幕。怎么可能？看着平安无事的孙悟空，木海神王怔住了。他那无往不利的阵法，竟没能伤孙悟空分毫。你的力量很有趣，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我要求你消失在这里。师父显露真身了，快逃！白敖和赤炎深知师父显露真身意味着什么，吓得拔腿自逃。原来木海神王目前突破追成了神王，却也因此走火入魔。神王境界也能走火入魔，难怪万寿神庭不用你，而任命神将当山神。可神王毕竟是神王，哪怕受到再重的伤，也能借助灵气恢复。悟空虽能用拳头勉强对付神王，但也意识到若遇到天神，自己会很棘手。不过对付眼前的木海，
他还是信心十足，一拳又一拳。随着墨海真身不停崩溃，伤势愈合的越来越慢，最后惨叫一声，恢复道体，满眼绝望地询问孙悟空究竟是谁。孙悟空没有回答，扛起昏迷的莫言和白石，转身离去。而在他转身之后，木海身体化为飞灰，一旦神亡，就此陨落。木海一死，木海被破碎，一座古老的古庙显露出来。孙悟空感受到古庙散发的古老气息，瞬间判断出他并非这个混沌纪元的产物。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感悟的法则是上个混沌纪元的，只因两者同源才如此相似。这让他心中一动，若能领悟两个世界的混沌法则到祖境，自己的实力或许能超越祖境。不过，他还是决定先安顿好莫言和白石。另一边，三眼师率领神卫击杀了墨家魔卫，唯有墨尘与好无突围。三眼师兴奋地要抓住高等魔族墨尘，以获晋升机会，率领神卫追去。而墨尘逃亡的方向正是龙宫。此时的荒原上，白石和莫言相继苏醒，他们因祸得福，领悟了一些上个纪元的法则。莫言向孙悟空道谢，孙悟空便将白石托付给他照顾。白石不舍得和师傅分开，孙悟空鼓励他认真修炼。使命在身，他跟着你更合适。师傅，我会努力的。我会看好他的。接着，孙悟空便与他们分别，返回木海宫。当孙悟空回到木海宫，这里已只剩废墟，古庙也不见踪影。但他凭借强大的感知，找到了古庙的位置，一拳击开虚空裂缝，进入其中，消失。我是木海宫联姻的魔族贵女，墨家是天神后裔，因天神失踪，精锐尽没，父亲才让我联姻。我不满，逃婚至此。我带你回墨家。混沌古庙的废墟上，孙悟空神情严肃地看着一尊混沌魔猿的神像。他很快明白，这古庙是晨光魔神用来封印先天混沌魔神的地方。这些神像封印着战败魔神的本源。他看着和自己几乎一样的混沌魔猿神像，心中涌起一个大胆的念头，将自己的真身留在这里，吸收这个世界的混沌魔猿本源。自木海宫覆灭荒原，陷入混乱，万寿神庭正准备派出新山神时，失踪已久的神将舒彦突然现身，还带着山神神庙归来。他不仅修复了残魂，更是因祸得福，从36品神将突破到了神王境界。舒彦归来，重新统治荒原，各势力面对神庭敕封的他不敢畏敌，纷纷归降，荒原恢复了秩序。在山神庙中，舒彦端坐在山神宝座上，身前站着10多名他新收服的部将。风狼神将向舒彦汇报：山神大人，木海公自1000年前被神秘强者摧毁之后，黑暗圣庭座下的黑月神王便一直窥视荒原。若非山神大人归来，只怕荒原早晚落入魔族之手。舒彦面无表情，他如今实力大增，黑月神王虽是一匹神王，但自己也不惧他。若是以前，我可能还会举他3分，可如今，在晨光混沌，神王分为9品，1品最弱，9品最强，9品之上便是天神。另一边，黑月神王得知舒彦归来且修为突破后，召集部将商议夺取荒原之法。他是黑暗圣庭广为天神之子，被派到下界统领不俗。原本这个位置属于墨家，如今墨家势力渐弱，沦为他的部将。墨渊带着子女和部将赶来黑月宫议事，身旁还有个白衣人普天才，年仅1000多岁就有近乎神将的修为。墨渊神将，此事你怎么看？黑月神王告知众人，舒彦回归之时后，询问墨渊看法。墨渊深知黑月神王忌惮墨家，无奈之下替黑月神王出手斩杀舒彦，和平荒原。即便突破到了1品神王，也不是大人的对手。大人只需要出手。舒彦毕竟是万寿神庭在即的神明，按照圣庭与万寿神庭的约定，神明之间。墨渊，听闻你收留了荒原木海的弟子和儿子，不如你就以他们的名义率领魔族大军攻占荒原。但黑月神王以神庭约定为由，让墨渊以收留的木海弟子和儿子之名，率领魔族大军攻占荒原。墨渊虽不情愿，却也只能领命。墨渊遵命。只要大人一声令下，我和2位师兄愿意充当开路先锋，为魔族攻占荒原。这誓言，只要你能助我魔族攻占荒原，我墨渊绝不亏待于你。对不起，大人。
誓言想起过往，自从木海宫覆灭后，他与白劳就下墨尘等人来到魔族领地，因父亲死在莫言身边的猴子手里，一直过得谨小慎微。立正。而白石则不同，他被墨渊收为义子，成为墨家公子，还获统领500血魔之权。他凭借天赋，在短短1000年修炼到半神境，一招打败一品神将，在魔族立足，被称为食魔公子。月光下，白石望着天空，满是思念。1000年前与师父分开后，他再没见过师父，也不知如何才能找到师父。在那神秘莫测的混沌古庙之中，一尊原本静静伫立的石像突然有了变化。只见他的双眼陡然睁开，2道金色的光柱如利刃般从双目射出，在虚空中留下了2个深邃的黑色漩涡。石像中传出一声低沉的话语：1000年，终于融合了这具魔怨的本源。原来这石像竟是孙悟空，他从自己体内剥离出一份意识，与混沌魔元的本源相同。历经1000年漫长时光，终于大功告成。融合之后，孙悟空发现这混沌魔元其拥有的本源乃是纯粹的毁灭之力。毁灭法则在混沌之中可是最为强大的法则之一，但凡是掌握此法则的混沌神魔，往往都难以修成正果。孙悟空起初也曾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与之相比。他看着自己的祖性真身，心中有了主题，打算将真身留在此处，让其吸取基于2000多混沌魔神的本源，以修复自己的道体，而自己则用分身去参悟毁灭法则，顺便探索这个世界。若是全部吸收，或许可以彻底修复道体。说罢，孙悟空缓缓伸出右手来喂出毁灭，一旦有毁灭之力引起的毁灭之美出现，他便准备离开。与此同时，在一片光线之上，魔族和兽族军队正发生对决。战场上，一个白衣少年如猛虎般在兽族军队中这种力量也配在此放肆。主上，不如让我出手躲了他。魔族派出半神魔崽子，神将出手杀他丢山神庙面皮，一个半神不足为虑。师弟，我们什么时候出手？何必心急？对手还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师弟不可，白石是墨元神将义子，墨家贵客，身份的微非我们3个丧家之犬能比，惹怒墨家会被灭门。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战场上还是一场激战，正要继续冲杀，突然感觉有神塔的原来一个张头鼠目的神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数十米外，眼中满是杀意。白石凭借强大的感知能力察觉危险，但那神将张弓搭箭射闪电。就在白石以为自己追一道光束落下，将电死击落。莫言身穿战甲，如今的他已突破到神将级别，达到3品有灭神境加持，等前12品神将已畏惧其他对手。他关心的只能白石越过不去。谢谢你。随后冷哼一声，祭死灭神境要为白石出气血。那金头神将只是2品神将，本以为偷袭半神手到擒来，没想到引出3品神将还有更多人下了下棋。莫言正要镇杀他时，兽族中一个狼头神将取出一根黑色钉子往前击出。噗的一声，莫言胸口一疼，低头发现一根漆黑钉子已出现在胸口，他感觉体内魔气正被诡异力量吞噬，双眼一翻，莫言，白石大惊失色，连忙扶住他，而那本以为必死的张头神将脸上立马露出狰狞之色，说道：“无结节，看来你应该死于我手。”
战场上硝烟弥漫，莫言被暗器所伤，重创昏迷。白石扶着他想要撤退，却被二品的张头神将拦住。区区一个半神，还是乖乖领死吧。白石自知面对这等强敌毫无胜算，他闭上眼，紧紧抱着莫言，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甚至在心中默默跟师父告别。师父，等不到你了。然而，就在张头神将的攻击即将落下时，虚空中突然出现漩涡，一道身影带着毁灭气息，烟雾散去，一只金黄魔发体现身。魔族士兵惊恐不已，而兽族士兵逃窜。好强的气息，比神王更恐怖。这猴子伸了个懒腰，正准备离开，目光却落在白石身上。乖徒弟，好久不见。师父。猴子看了眼莫言，伸手一拍，莫言身上的黑气飘出。看到毛茸茸的猴脸，又注意到抱着自己的白石，一时羞红了脸。白石，这好徒儿，你跟小丫头真是好上了。师傅，你在说些什么？我哪儿有啊？我等仙道众人随心随性，喜欢便喜欢了，何必害羞？这时，一个狼头神将举着狼牙锤冲了过来。哪里来的猴子，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哗啦，却被孙悟空随即化为这恐怖的实力让众人心惊天神。兽族的书院认出孙悟空，赶忙下拜。书院拜见前辈。这位天神大人，神庭规定天神不得干涉凡尘之事，难道要违反约定吗？而黑月神王担心他是对方以神庭规定威胁。我对你们的争执毫无兴致，我只是来带走这两个年轻人的。孙悟空带着白石和莫言来到安静之地，白石跪地谢恩，孙悟空抚摸着他的头，决定传他对应神将境界的人仙之法。孙悟空横空出世，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让本就剑拔弩张的兽族与魔族之间的战争戛然而止。舒燕和飞跃这两位关键人物，面对这位来历神秘的天神，都不敢贸然行动。舒燕决定返回山神庙，叩请师尊噬魂天神。舒燕叩，请师尊现身。银花。徒儿，何事唤吾？师尊，下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天神，神王无法引法则入体，此事必须禀报大帝。你去查清楚那天神身份。悟空的出现竟接连惊动了万兽神庭与黑暗圣庭两大势力。万兽神庭中，威严的中年重瞳男子开明大帝，口中喃喃猜测晨光魔神重伤陨落的传闻是否为真。而在黑暗圣庭深处，穿着黑色地袍的绝色女子暗黑大帝斜躺在玉床上，怀中抱着小狗。听闻此事后，脸上露出神秘笑容，还随手摘下一根狗毛，化为银光飞向远方。师傅，天仙可匹敌天神吗？没错，修行我仙道者，天仙便可匹敌天神。可莫言说没有大帝点化，神王无法成天。我们仙道可有大帝？大帝点化，这是个什么说法？看来是那位远古的主宰修改了这里的核心秩序，让万物无法再触碰那股纯粹的原始力量。师傅，那个带重礼的人又来了。让他回去，这里不留俗客。看看你，如今已经成长为如此可靠的青年了。还记得当初我为你指路的时候吗？山神客气，当初你若无情，我与族人已成祭品。都是误会，十族人已恢复正常。山神比墨家宝贝多。哼，墨家若天神在，岂会输给他？徒弟至少要修到仙帝境界。就在白石和莫言嬉闹时，飞跃神王带着两名神将现身，看到满地宝物，飞跃神王心中闪过阴霾。白石、莫言，黑月大人求见天神，快去通禀。叔父稍等，我们禀报大人。悟空对魔族十分好奇，让莫言介绍。莫言便说起，魔族是魔渊孕育的特殊生命，生来就有半神实力。首领暗黑大帝是晨光魔神的女儿，在他带领下，黑暗圣庭曾是混沌第一势力。
丫头，你放心吧，有我徒儿协助，你们一定能重振家业。行了，你们去吧，好好修炼。记住，天神永远不是修炼的终点，天神只是起点。只要你们努力，早晚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强大。无方神庭，无为帝境。若是这个混沌果真只是如此，那这天不与混沌可要差得太远了。该离开了。等我将毁灭法则推演到先帝境界，我便是这晨光混沌新的大帝了。等我将毁灭法则推演到先帝境界，我便是这晨光混沌新的大帝了。真不好心，好久没有这么舒服。有意思，这些人修炼。这个世界虽然不强，但这个世界的人族却是强过了魔怨混沌种，是为了诸神提供吸引之力了，他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力量。无极土地，修为魔装身梦蝶，这怎么可能？混沌明明早就陨落了，怎么可能成为了无极岛地？不可能，庄周明明早就陨落了。怎么可能成为了无极道地？好一个逍遥宗！不管这逍遥宗和洪荒的鲜血庄周有没有关系，俺老孙都想去会上。夫妇前路一世人，我都来送他最后一程吧。孩子以后我们会好好照顾。听说孙权夫妇二人散尽家财，给咱们逍遥镇修祠堂，真是大善人啊！孙悟空逍遥宗选拔新弟子了。50年了。50年了，谜底该揭开了。唉，看来这一次逍遥镇有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加入宗门？下一位，孙悟空。不过就是测试对天地之力的亲和力罢了，这可难不倒我。青色天赋，而且这光芒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这么强大？这孩子是我逍遥镇出来的，多少年了，我逍遥镇终于又出了个天才，而且
还拥有着神王天赋。你叫孙悟空？孙悟空，没错，我叫孙悟空。你是哪里人士？逍遥镇孙府。逍遥镇孙府，你可愿拜我为师？我只是想加入逍遥宗，但拜师一事还是免了吧。什么？你可知神王潜力终归只是潜力，想要成为神王，你的路还很长。我知道，不过我相信，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那是好事，但盲目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陈怡师兄乃是我逍遥宗最强大的神王，享有到停止峰。你若拜了陈怡师兄为师，日后必可位列神兵。我有把握在10年内突破到神王境界。如果我做到了，你能带我去见逍遥天师吗？哦，小家伙，你若真能10年成为神王，无需我引荐，师尊他老人家会亲自下界，将你带入道庭，为你求来天神之位。那你若是不能在10年内修炼到神王境界，又该如何？任由你们。天师，无极道第3弟子，尚未天神巅峰，是晨光混沌最强大的天神之一，可以进入生灵的梦境，修行到心。孙悟空，你叫我？我乃宗门外是长老，姓万，你可以称我为万长老。好的，万老头。你我都出自逍遥镇，那可是逍遥天师曾经待过的地方。我天府地到了3品神将，已是巅峰，可你不一样。神王而已，很难吗？你居然……你何时开始修炼的？怎么可能？7天前吧，随便练了练，这功法挺有意思的。只不过有几处破绽，修为低的时候倒是无所谓，若是到了天神境界，只怕会成为致命的破绽。欧长老，请看，这里是阵眼，真元若逆转于此，会形成回旋之势。再在这4处刻下符文，力量便能汇聚，冲破封锁。以梦中正道这种修行方式，我曾经见识过，虽然的确玄妙，但若是道心不坚，很有可能会被梦境影响。所以我在逍遥诀增加了一些修炼道心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便是神进入他人梦境，也不会再有危险。我们的确不配当你的师傅。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便继续修炼了。这是我改良后的逍遥诀，你们现在改修，虽然晚了一些，但也能弥补一些道心的破绽。是逍遥的本领。逍遥宗何德何能，得此大才呀？4位师弟，你们照顾好我，我需要回到庭一趟，将功法印给师尊。也许师兄
可以出关了。师兄放心，有我们在，一定会全力护你，为少年周全。逍遥天师，难道说这个逍遥天师无极到底？都不是这个纪元诞生的神灵，而是上个纪元受晨光魔神臂护存活下来的古神。难道是我想错了？逍遥天宫与庄周并没有关系。罢了，昔日的故人，如今早已凋零，纵是施安老孙，也无法从事物偿还。原来是陈一法师。天师已应邀前往瑶穹天宫，不知何时归来。师尊不在，罢了，我自是瑶穹天宫寻他。逍遥道友，万寿神庭传来消息，兽族星出现了一尊天神，行事怨猴。不知此事你怎么看？不过就是传言罢了。万寿神庭已经几万年没有天神陨落了，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天神出现？可这个传言在魔域也多有流传。若祖神真的陨落，对人族来说是祸非福啊！以人族如今的实力，一旦开启神庭之战，只怕很难与。天师大人，宫外有一人自称陈一，求见两位天师。陈一，你安排做镇逍遥宗的那个徒弟？正是我那徒儿。若非天神之位已经有主，我那徒儿早晚也能得以天神之位。哈哈哈哈哈！去，把陈一神王请进来吧。陈一拜见师尊，拜见瑶穹天师。陈一，你不在下界培养弟子，怎么突然回到庭来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瑶穹道友乃是为师好友，你无需顾虑，有何话尽管开口。请师尊过目。这不是逍遥诀吗？有什么？不对。道友，你怎么了？瑶穹道友，不用担心，我没事，我没事。看来该离开了。晨光混沌是由晨光魔神开辟的混沌世界。晨光魔神被称之为光明与黑暗之神，创世神、祖神是晨光混沌最伟大的存在。晨光魔神以信仰之力为食，他的实力或许在俺老孙之上。不过，这种靠信仰之力为食的祖经虽然强大，但他们必然也会因为信仰之力而遭到反噬，沦为祭司神。俺老孙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想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看看。你修为尚浅，想要出去历练，我可以安排人保护你。什么？神王？这才3天，你居然从神将直接突破到了神王？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吗？不行，你虽然将修为突破到了神王境界，但若是遇到敌人，他空有修为而不会使用。那你们要怎样才能让我离开？打败我们就放你走。好。苍爷！
毁灭之拳。我走了，记住，修行的根本在于自身，信仰之力虽好，但充满了世间万灵的杂念，过多吸收于自身无益。妖孽也！除非恢复祖境修为，否则根本无法打开混沌与混沌之间的通道。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普听大比丘佛见过道友。真是熟悉而又陌生的称呼啊！3000混沌魔神陨落后，留下了3000大道。只不过这个混沌的因果大道，法则本源早已经被晨光魔神封印。不知道这所谓的佛地，又是如何成为地境？阿弥陀佛，道友也知我佛。既然道友知道我佛，不知可有兴趣入我佛庭，成为我佛护法天神？没兴趣。别说我对佛本身就没有什么好感，单以我的身份，便不合适加入任何一个大势力。道友入我佛庭，可享无尽功德，受亿万生灵膜拜，不死不灭，纵使混沌涅槃，皆可安然度过。看来道友也知道混沌涅槃。道友可愿加入我佛庭？待到混沌涅槃之时，我佛自有办法带着道友度过涅槃，开创新的纪元。对于天神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混沌涅槃。因为天神虽然不死不灭，可混沌涅槃时法则崩毁，纵使是天神也会陨落。你们有办法度过混沌涅槃？也就是说，你们并非这个纪元的生灵？兽族就该入我万兽神庭。狂世神君，狂世神君竟然亲自来了！我兽族素来团结，不似人族那般勾心斗角，不如入我狂世府，当个执法天神如何？神庭的狂世神君巧舌如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悟空，你是我逍遥宗弟子，自然应该入我道庭。什么？逍遥宗的弟子？若孙悟空果真是逍遥宗培养出来的天神，那便意味着道庭拥有了不用天神位便晋升天神的办法。你是逍遥天师？悟空，你可愿入我逍遥天宫？他并非我所想的那个人。且慢，悟空道友，你是兽族，而道庭以人族天神为主，你若入了道庭，只怕难免遭受排挤。莫不如入我万兽神庭，大家同为兽族，自然相互帮助。若是能够从悟空身上找到不用神位便晋升天神的方法，以五方神庭的底蕴，完全能够增加数倍天神，让他们所在的神庭成为晨光混沌最强大的势力。这也是狂狮神君愿意亲自下界的原因。阿弥陀佛，若你愿入我佛庭，佛帝将亲自收你为徒。入我道庭，我以天师之名担保，道帝也愿意收你为亲传弟子。开明大帝也愿意收你为徒。悟空道友，你必须考虑万兽神庭。悟空已因我玄剑宗，休想抢人。他与我天山院有缘，理当随我回山。万兽神庭才是他的。乐好，你们，我的意见，是不是应该听听我的意见？两位施主都住口，以和为贵。贫僧认为，在朝野必须打自然入界，你是再乱来。贫僧话还没，你们是不是应该听听我的意见？孙悟空看着争得面红耳赤的三位天神，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地境的徒弟对别人来说，的确是难以拒绝的诱惑，可对他来说，地境而已。只要将毁灭法则完全领悟，自己便可以直接成为大帝。
逍遥天师与狂狮神君二神对峙，难分高下，陷入焦灼。孙悟空轻笑一声，转身准备。悟空道有哪里走？贼徒露出本性了吗？师座小心！狂狮神君麾下天神见状纷纷出手，一时间，天神之间相互攻伐，神辉漫天。天神是晨光混沌最尊贵的存在，混沌无边，生灵无数，但天神数量不定，除非救天神陨落，否则不会有新增。然而此刻为了孙悟空，天神们展开战斗。狂狮神君带领4位天神与大比丘佛及其2位弟子，共8位天神相互厮杀，这在整个混沌都是。你们先回去。啊！逍遥道有哪里去？放肆！阿弥陀佛，神君，你的对手是我。逍遥子那个老家伙已经要把那猴子带回到庭了。这该死的人族，他们能够在肉身上媲美魔族，又能在悟性上比肩神族。若非我兽族团结，只怕整个混沌都会变成人族的天下。逍遥天师居然中了一个下位天神的幻术。还好，至少没人看见。有道友，你这是何故？逍遥子欺负太甚！哎呦，逍遥天师，你玩真的？看我大罗佛手！穷奇，凶兽穷奇是悟空曾经的好友。最终之战后，悟空从天关复活，得知穷奇、饕餮、毫悟、混沌这4大凶兽已陨落。后来悟空即便修炼到古境，也无法。此刻悟空心里清楚，即便晨光混沌也有穷奇，也不是自己记忆里的那只凶兽穷奇。哪里来的猴子？莫要挡路！飞剑的兽族，给本省滚开！叔叔，救我！谁敢欺负我穷奇家的人？好你个卑贱的兽族，居然欺负到我穷奇家身上来了！现在你立马跪下认错，我还能饶你一命。你说你叫穷奇？没错，我乃穷奇城的城主，12品神将，穷奇昊天，
穷奇城由佛庭穷奇天神后裔所建，城中百姓最低为半神境界，城主由穷奇家人担任。穷奇是威名赫赫的人族大族，先祖曾为人族立功，连神明都对其颇为恭敬。孙悟空用神识扫过穷奇家供奉的人族出身天神，见其家族图案是穷奇图案，且姓穷奇，不禁皱眉。他很疑惑，穷奇在洪荒大千世界是凶兽，孙悟空很迷茫，凶兽穷奇在混沌中资质平平，绝无可能穿梭混沌来到晨光混沌，为何这个家族图案如此像穷奇？告诉我，这旗帜上的图案是怎么来的？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我问题？少年扬鞭欲抽孙悟空，悟空眼中凶光一闪，胖子和少年立刻双腿发软跪地。现在可以回答俺老孙的问题了吧？二人明白，惹不起忙求饶。悟空了解到穷奇家族的来历，他们是诞生于新纪元的人族正统，因先祖曾在混沌中发现供奉魔神穷奇的残碎骨遗迹，便以穷奇为姓。那个遗迹在什么地方？那个遗迹自然只有我们先祖，如今佛庭的佛陀穷奇天神才知道，我们这些后辈哪里会知道这个呀？既然如此，看来俺老孙只能去见一见这个穷奇天神了。从今日起，你们不得再以穷奇为姓，否则休老孙不客气。孙悟空朝着远处飞去，只留下脸色被吓得惨白的叔侄二人。叔叔，这猴子竟敢欺负到我们穷奇家，我们一定要报仇。曹侄二，放心好了，我们穷奇家可不是好惹的，我这便上香通知先祖。孙悟空在荒山停下，坐等穷奇天神。他觉得对方很快会下去。穷奇城上空突然电闪雷鸣，穷奇天神在狂风中显露真身。胆子不小，看样子你是在等我。没错，我在等你。有意思，你的自信源于何处？难道你以为你一个下位天神，便可以在下界无法无天了吗？下位天神的确不能无法无天，而我从来就不是天神。不是天神。穷奇天神没反应，孙悟空用毁灭法则化成的长棍击中神辉。混沌灵宝死亡战歌。杀戮与毁灭交织，悟空与穷奇天神正面对决，以天仙初期挑战中位天神。两人分开，穷奇天神脸色难看，战甲上留下一道漆黑的棍印。就凭你也配叫穷奇？该死的猴子，我要你死！去此罢死亡之舞。穷奇天神手持蕴含杀戮法则的上品混沌灵宝王战歌，怒吼着朝悟空攻去。毁灭之门！孙悟空双手握拳，以毁灭法则画出两个黑洞，这便是他参悟出的毁灭神通——毁灭之门。孙悟空的毁灭法则，穷奇天神参悟的杀戮法则碰撞。为什么你的下位毁灭法则居然能够打败我中位杀戮法则？这是穷奇成天神后首次遇此情况。在晨光混沌，上中下位法则强弱分明，却被孙悟空打破规则。孙悟空猜测晨光魔神在法则中掺杂了别的东西。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能够打败我的中位杀戮法则？这一刻，穷奇天神感觉到了莫名的恐惧，因为你的法则并不是自己参悟而来，而是通过一种奇特的手段强行灌输的。你们这些所谓的天神，根本就是一群伪神，你们根本就不配称为天神。伪神，胡说八道！你休想乱我神心！杀戮之影！穷奇天神挥动死亡所过之处，死亡气息弥漫。孙悟空汇聚毁灭法则，以毁灭之云应对。毁灭之瞳开！我就知道，中位法则一定强于下位法则，这是混沌的规则，谁也无法打破。看来俺老孙是时候找一件称手的兵器了。不过，即便没有兵器，打败你一样不成问题。有法则之力所化的兵器，如何是我死亡战歌的对手？死亡之舞，破天一棒。两道身影交错碰撞，孙悟空身上出现伤痕。这具分身太弱了。穷奇天神呆立虚空，他的身体分解神位，化作流光从他胸口飞出。想走，留下来吧。道友，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穷奇天神怒吼，肉身毁灭不足为惧，但神魂被拘就麻烦了。道友饶命！我乃佛庭正神，你若杀了我，便是与佛庭为敌。孙悟空看着手中神位，它是由杀戮法则结晶形成的透明宝座，天神神魂平日坐于其上操纵法则。穷奇魔神的遗迹在什么地方？孙悟空故意引穷奇天神下界，
目的是探索穷奇魔神遗迹。穷奇魔神的遗迹就在西极山底。对穷奇天神而言，性命最重要。混沌无边无际，光知道一个名称，显然并不足以让孙悟空找到穷奇魔神遗迹。西极山在什么地方？西极山在佛庭的最西方，道友可以通过传送阵从玉灵城到西海城，然后。穷奇天神告知孙悟空西极山路标，孙悟空听完直皱眉。看来我暂时不能放你回去了。传送阵是神庭连接混沌各处的关键阵法。孙悟空因身处五大神庭中心，能在万寿神庭、道庭、佛庭间穿梭。如今他要前往佛庭最西方，若无穷奇天神领路，他独自通过不易。听到有的便是。穷奇天神知道，若拒绝孙悟空，真会灭杀自己。玉灵城是佛庭玉灵佛道场，众多信徒虔诚跪拜。孙悟空带穷奇天神至此，望着城中庙宇，感慨昔日犀牛贺州都比不得玉灵城。穷奇，你和这个玉灵佛地位谁高谁低？我乃佛庭护法天神，属于佛庭核心正神。玉灵佛虽然是佛庭4尊中的西极佛尊的弟子，但论地位还比不上我。原来如此，走吧，去传送阵吧。得知穷奇天神地位高于玉灵佛，孙悟空放心的带他前往传送阵。穷奇天神偷偷在战甲上刻下一道划痕。二人来到了传送阵，神王普智连忙迎了上来。玉灵佛座下弟子普智见过天神，不知天神到此可有公认？本神要干什么，还用向你汇报不成？还不快把传送阵打开！本神要去西陵神城。请。普智带着穷奇天神和孙悟空进入阁楼，破除一道道封印后，来到传送阵前。这阵法需用特殊手法开启。请2位天神站在阵法中间，由小神启动阵法。道友请。孙悟空隐隐感觉到这个传送阵法有些古怪。我们一起上去。好。穷奇天神没有犹豫，直接迈步走向传送阵。难道是悟空想多了？孙悟空和穷奇天神站在传送阵上，普智双手掐诀，悟空感觉周围空间移动，下意识伸手抓穷奇天神，却落了空。妖孽还不归依！悟空被传送到了玉灵大殿，一阵天旋地转后，发现玉灵佛正冷漠地注视着他。穷奇天神身披佛衣，防止悟空激活他体内禁制。哼！孙悟空尝试激活穷奇天神体内毁灭之力，却未成功，显然是佛衣起了作用。看来俺老孙倒是小觑了你们。孙悟空本以为这些伪神不足为虑，没想到竟也有些手段。就凭你们2个就想擒下俺老孙吗？哈哈哈哈！好个狂妄的孽畜！穷奇天神，你姐在旁观战，在平定镇压此了。玉灵佛莫要大意，这猴子虽是下位天神，但他的法则十分古怪，我的中位杀戮法则完全无法压制他的法则。原来普智察觉到穷奇天神甲胄上的暗号，更改传送阵法，传他们至玉灵佛大殿。区下位天神而已。哼！悟空跃至空中，以火焰黑洞，佛陀虚影崩溃。随后，悟空身化万千清空所有。好歹3头魔龙神出来。玉灵佛召唤出的3头魔龙神是魔族魔后，虽然只是9品神王，但经过玉灵佛的改造，竟拥有着近乎天神的能力。悟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虚实。有意思，天神的肉身却没有法则之力。不过论肉身，俺老孙还没怕过谁。如意金箍棒来吧！毁灭之力汇聚，化为金箍棒，发挥出近乎威力。3头魔龙神直接一挥棒力压魔龙神。玉灵佛他停不下这孽障，我们不如一同出手，以免发生意外。甚善。言罢，玉灵佛持降魔杵参战，穷奇天神再取死亡战歌杀下。玉灵佛和孙悟空的2种法术之力交汇，一时间打得难分难解。玉灵佛降魔杵散发佛光，毫不输出。来得好！孙悟空显化出3头6臂的战斗法相，这种肉身法相在应对多对手时效果非凡。这一刻，玉灵佛神情狰狞，哪里还有是佛像？混战中，孙悟空拽着一个龙头砸向穷奇天神，穷奇天神收不住死亡战歌，斩在3头魔龙神脖子上。魔龙神吃痛，一个头接位置。毁灭之门！孙悟空双手画出毁灭之门，照向3头魔龙神。魔龙神大怒，向悟空发起猛烈攻击。混战中，穷奇天神大喝一声，死亡之舞施展杀戮法则，杀他！玉灵佛举着降魔杵加入道，孙悟空3头6臂挥舞着金箍棒，玉灵佛一时竟难以抵挡。曾阴佛唱玉灵大手印，大成佛前来助阵，只见他单手一道佛印飞出，将孙悟空4周全部笼罩。
三头魔龙神紧紧腰间，死亡之舞与御灵大手印同时攻向悟空，两道中位法则爆发。只听一声惨叫，三头魔龙神身体炸碎，孙悟空突然消失。死了吗？死了吧？他们期待地望向悟空先前所在的地方，孙悟空的身体却是一点儿也没看到。御灵佛和穷奇天神搜寻着孙悟空的踪迹，地面突然出现一滴巨大的混沌色液体，猛然变大。孙悟空从中走出，毫发无伤。你居然没死！孙悟空掌心毁灭法则凝聚，化为毁灭。御灵佛和穷奇天神难以置信，众位天神，这不可能！他们震惊于混沌中从未有能够自主晋升的天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们认为不可能，是因为你们无知。杀了他！毁灭之眼！孙悟空掌心一横，转眼间，原地只剩2个散发神辉的神位。孙悟空刚伸手，下一秒，一道诡异光芒亮出，并与神位融合，神位转眼消失。留下来吧！孙悟空见状，用毁灭去抓爆大殿穹顶，吓得御灵佛弟子和信徒狼狈逃窜。如此看来，这晨光混沌的天神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个天神陨落之后，只要神位还在，很快就能培养出新的天神。穷奇与御灵圆寂了。我佛御灵因何缘尽？杀他之人名为孙悟空，身负毁灭法则，疑似魔族。传佛地谕旨，凡擒下孙悟空者，可赐神位，诸佛皆可出手。谨遵佛旨。一支佛陀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传送阵，而此时的孙悟空刚从普智那里逼问出御灵城传送阵所有坐标，开启。就在孙悟空激活坐标，进入传送阵准备离开之时，御灵城上空突然大胆妖猴！孙悟空将法力灌入传送阵，激活。走！悟空刚走，西极佛尊坐下，佛陀降临，拜见佛陀。那杀害穷奇与御灵佛的妖孽何在？他逃去了西陵神城。诸佛闻言便要进入传送阵追击孙悟空。传送阵内突然泛起耀眼光，不好，大家快退开！对，一定要抓住这妖孽，让他挫骨扬灰。孙悟空来到了佛庭之下西陵佛祖的道场，他看到远处高大的佛陀金身，不由露出一丝怀念的笑容。不管过去多久，洪荒世界的记忆始终让他铭心刻骨。他从洪荒世界走出，即便如今早已超越昔日盘古，但心中对洪荒仍有别样感情。那是他的起源，藏着他此生最美记忆。你是兽族！看守传送阵的佛门神王见到悟空，微微一愣。佛庭很少有兽族修士出现，悟空没有理会他，急着离开西陵神城。开启传送阵，我要去西府神城。孙悟空从怀中扔出几颗混沌神晶给佛门神王，这是混沌中的通用货币。佛门神王收了混沌神晶，正要开启传送阵。一道威严声音突然响彻天空：关闭所有传送阵法和城门，城内所有生灵不得离开。这位道友，佛门神王不舍得把刚收到的混沌神晶递给悟空。悟空明白，这应该是来自佛庭的命令。传送阵的光芒突然暗淡了。道友，敢问道友为何突然封闭传送阵？不知不过，道友可以安心在西陵城住下，等传送阵开启时，再通过传送阵离开。孙悟空皱眉间，西陵神城四方城门降下，全城被阵法笼罩。他明白，凭自身实力强行离开难度大，只能暂时隐藏起来。孙悟空离开传送阵，化为人形，混入人群。西陵神城山川河流俱全。孙悟空觉得佛庭想找到自己，并非易事。看来只能暂缓前往西极山了。孙悟空选择了西陵神城的一座小山，扮作渔夫，拿着根无钩的鱼竿钓鱼。诸位师兄弟，你们确定那杀害穷奇天神与御灵佛的兽族当真来了西陵城？错不了，他乘坐了御灵城传送阵，我们根据传送阵的气息追踪于此。今日传送阵不曾有人传送，如果那妖孽真的来到了西陵城，那么他现在一定还在西陵城中。诸位师兄弟，再过30年便是西陵佛会了，届时道庭万寿神庭都会有道友前来赴会。若我们不能在30年内找出那个妖孽，到时候我也不得不开启传送阵法了。西陵佛会是西陵神城每万年一届的论道盛会，建立西陵神城正是为了隐藏西陵遗迹的存在。佛庭发现，需汇聚佛道兽族3族天神才能打开遗迹入口，于是借着佛会邀请道庭与万寿神庭众天神一同探索。距离下一次探索遗迹仅剩30年了。西陵佛会事关重大，不能耽搁不过。
那妖猴也不能不除。师兄依你之见，该当如何？既然是天神，必定对西陵遗迹感兴趣。30年后，等到万寿神庭和无极道庭的天神抵达之后，我们留下4位天神坐镇四方，其余天神全部埋伏于西陵遗迹，并且不关闭入口。西陵遗迹是3方神庭最大秘密之一，若被外人知晓并泄露给神魔2族，佛庭就麻烦了。遗迹的确是秘密，所以这一次我们必须保证将那妖孽镇压，并且不被道庭与万寿神庭察觉。这是他们想出的，既不影响西陵佛会，又能早日擒住孙悟空的唯一办法。悟空不知西陵佛等人的纠结，此时他成了小青山普通半神中的名人。钓鱼郎，今日可有收获啊？嘘，不要吵跑了我的鱼。你这钓鱼郎用直钩钓鱼，放眼整个西陵，他也是独一份了。你懂什么？正所谓愿者上钩，钓鱼钓的就是个你情我愿。若是有鱼愿意被我钓，纵使是直钩，他们也会上钩。切！你个怪人，要是你真能钓到鱼，我就举荐你去神城护卫营，以你半神巅峰的实力，当个巡城僧兵还是可以的。僧兵青山家住在河下游，由此与悟空相识。他虽不知悟空来历，每次路过都会多看悟空一眼，进而发现其直钩钓鱼的秘密。青山本职是僧兵，爱好钓鱼，对悟空独特的钓鱼方法很不解，忍不住询问。他对悟空愿者上钩的说法嗤之以鼻，但仍忍不住路过时多看想，看看悟空能否钓上灵鱼。在西陵城时，孙悟空隐匿修为，专注领悟毁灭法则，钓鱼也是其修行方式。他钓鱼时把毁灭法则融入河中，一开始只是随意而为，后来发现河中的鱼能吞噬毁灭法则。毁灭法则在晨光、混沌中十分强大，鱼能吞吐其力，说明他们也能修行此法则。直钩还真能钓上鱼啊！30年转瞬即逝，孙悟空伪装成半神，以渔夫、书生、牧人、僧侣等身份游走于西陵神城各处。30年之期，至西陵佛开启只进不出的传送阵，4名中位天神境界的佛陀立于上空巡视。奇怪，一个卖糖人的无奈叹了口气，转身离去。此人正是孙悟空所化，他本以为传送阵开了便可以混在人群离开，却没想到居然有4位佛庭天神坐镇，这下麻烦了。孙悟空回到自己买下的院子，院子不算宽敞，但很清静，周围住的都是些普通人。西陵城中普通人最低是半神境界，神王居住在城中心，外城含有神王。孙悟空坐在藤椅上摇晃着，思索西陵佛打开传送阵的原因。又开始了。突然，孙悟空皱眉，下一秒，神城上空佛印散发光束，朝西陵城4方扫射。这情况已持续30多年，城中半神习以为常。孙悟空躲开光束后，重新回到了藤椅上，思索刚才的问题。传送阵前光芒一闪，10数名道袍道人现身，为首的竟是道庭逍遥天师。逍遥道友想不到这一次的西陵府会居然惊动了道友。清源上佛见逍遥天师亲自前来，面色大变。逍遥天师是上位天神巅峰，还是头一遭出现在佛会。清源上佛担心道庭有所察觉了。道友不用紧张，贫道只是恰巧的，正好和明空天神等人碰上了而已。清源上佛松了一口气，他笑着邀请各位道庭天神赴宴，等候万寿神。1日后，万寿神庭天神抵达西陵神城，为首的是狂狮神君，身后跟着14名兽族天神。3方神庭的天神汇聚之后，传送阵再次关闭。不应该啊！俺老孙不过就是杀死了2个天神，犯不着来这么多天神来抓我吧。孙悟空虽自信，却也没把握应对众多天神。看来若是情况不对，也只能散去毁灭本源，放弃这具化身了。大不了再重新修炼吧。数十名天神汇聚西陵城，因西陵上空佛印，外界无法感知。明空道友、狂狮道友这一次遗迹之行，我们还是依照以往的契约，以1000年为期，1000年期满立刻退出遗迹。西陵佛明空神君、狂狮神君各取出1枚残缺令牌，这是西陵遗迹的钥匙。明空道友这一次道庭是你带队。明空神君淡笑不语。善哉善哉，几位道友，这一次遗迹之行，希望诸位抛却私心，通力合作，早日找出遗迹真正的秘密。如此甚好，这么多年以来，神族和魔族应该也已经发觉些什么了。若是再不赶紧找出遗迹真正的秘密，早晚有一天，神族和魔族也会掺上一手。到时候什么好处都被他们拿去了。狂狮神君点头，探索西陵遗迹对万寿神庭和人族神庭都很重要。几次探索让他们隐约察觉，西陵遗迹或是上个纪元的古城城主，可能是位大帝。神城内天神越聚越多，孙悟空心中奇怪，自己身份并未暴露，佛庭追杀他尚可理解，道庭和万寿神庭也派天神前来，这很不正常。万寿神庭、无极道庭、佛庭3方势力的天神都到了。
若单纯只是为了追杀俺老孙，似乎有些牵强。看来这西陵神城应该隐藏着大秘密。西陵，难不成西陵的陵指的是坟墓？悟空知晓，西陵神城本是混沌中一座山脉，被佛庭大能发现后，以天神之力建成，后来成了西陵佛祖的封地与道场。西陵二字究竟是因为西陵佛，还是另有来历呢？西陵神城之外的虚空里，一艘比它还庞大、表面布满阵纹的神秘战舰隐匿着。神子人族和兽族已经探寻了7次西陵遗迹，这一次已经到了遗迹真正开启的时间。等我神族再有一位大帝这两个卑贱种族必亡。神子人族和兽族虽然卑劣，但他们毕竟拥有3位帝境，纵使无法与神帝相比，但也不可小觑。神子还是莫要大意。西雅，你真觉得人族和兽族能够与我们神族媲美？西雅知错。人族、兽族、魔族都将臣服于我神族脚下。明空神君、狂狮神君、清源上佛等人抵达神庙最深处，此地悬浮着古老圆形石刻，3位大帝皆无法辨认上面神秘铭文含义。开始吧。清源上佛、明空神君和狂狮神君分别拿出钥匙，3把钥匙飞向石刻，在石刻中心汇聚成完整令牌，令牌光芒与石刻铭文相呼应，在虚空中留下一个圆形门户。进去吧。 3名上位天神率麾下进入门户。我们也进去吧。西陵佛率佛庭剩余天神现身，按例他应摘下令牌，关闭遗迹入口，但他没这么做，而是想引孙悟空进遗迹，将其擒拿。与此同时，随着遗迹入口开启，正躺在藤椅上悠哉的孙悟空突然心中涌起莫名呼唤。是谁在呼唤我？这个混沌的祖境只有晨光魔神能呼唤我，要是他发现，我会直接出手抹杀我。除了他，这混沌中难道还有其他祖境？看来这西陵城的秘密，俺老孙是非探不可了。哪怕是舍弃这具化身，也在所不惜。西陵神城，逍遥天师望向神庙，隐觉有气息一闪而逝。难道是佛庭4级尊者的哪位也到了？呼唤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孙悟空来到西陵神庙下方，无人察觉他的存在。看到空中悬浮的圆形石刻，他眼神一凝，满脸难以置信。这是魔元混沌的铭文。不对，这些铭文虽然与魔元混沌很像，但这些文字的组成有问题。孙悟空望着石刻上源自昔日永恒神国且更为古老的铭文，感到迷茫。难道说晨光混沌与魔元混沌曾有过联系不成？俺老孙之所以来到晨光混沌，或许并不是意外。孙悟空眼神凝重，怀疑自己中了3道门的算计，被他们骗到了晨光混沌。所谓星空彼岸或许存在，但绝非3道门后通道所指之处。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孙悟空望着石刻上的铭文，他虽修仙道铭文，但对神道与灵道铭文也有涉猎。石刻铭文是很强的诅咒，连他都有些头皮发麻。神道的诅咒，看来晨光混沌修行的神道与永恒神国修行的神道应该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甚至于他们的起源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行，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去。他们将我骗到此处，一定另有阴谋。或许这里面有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吧。为了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悟空还是义无反顾地飞向了通道。当孙悟空进入通道后，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如同世界末日般的场景。哈，你这妖猴果然来了！西陵佛领着10名下位天神现身，他们将悟空团团包围。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你这妖猴死到连头，还不自知吗？我佛慈悲，既然你想要知道此处的来历，只要你束手就擒，我们便告诉你此地的名字，如何？你们似乎并不清楚此地的秘密，否则的话，你们也不敢进来了。悟空通过石刻得知，这是个被诅咒之地。他们既不懂铭文含义，也不知此地来历。既然如此，诸位一同出手吧。2个中位天神，10个下位天神，的确有点麻烦，但也仅仅只是有点麻烦而已。孙悟空双手各持一件混沌铁，毁灭法则汇聚形成毁灭狂暴，朝着包围自己的佛庭天神发泄了进攻。面对悟空的全力一击，众佛庭天神只能选择联手防御，却怎么可能？